程毅的帅为什么越看越上头？用古人这套审美讲透，帅到底是什么？你别急着回答。古人有句话我一直记得，形者神之志，神者形之用。翻译成人话就是形是壳，神是住在壳里的那个东西，两个的对上才叫真的好看。今天这期我不聊八卦，不聊数据，就想跟各位慢慢拆一件事，程毅这张脸为什么很多人说越看越上头？而我打算用中国人讲了上千年的一套审美框架来拆它，形、神、韵。其实想想，我们平时夸一个人帅，则特别穷，要么五官精致，要么颜值在线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单看五官也就那样，但放到镜头里，你就是挪不开眼。这个挪不开眼，老祖宗早就有解释了。说回这个事，形神韵这三个字不是我编的，它从哪来的？书法、绘画。中国古代评一幅画好不好，不看你画的像不像，看的是谢赫六法里头排第一的那条，气韵生动。你画的再准，没气韵，死的。书法也一样，讲形神兼备。这套逻辑后来就译出来了，评人、评戏、评一切跟美有关的东西都能套。所以我今天就借这套框架，一层一层往里包。最外面那层叫形，第一层形，说白了就是你眼睛第一秒看到的东西，骨相、轮廓、造型。程毅在莲花楼里头，李莲花那个造型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真的愣了一下，因为他把额头露出来了。各位可能不太懂这个意味着什么，我得先跳一下，说个行业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。古装男演员绝大多数是不敢露额的，头帘、碎发、鬓角全是用来修饰脸型轮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露额等于把整张脸的骨相结构全摊在镜头前，五官比例、额头到下巴的线条一点遮挡都没有，差一点都藏不住。行，现在回到程毅，他敢露，而且露得很从容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，一种我这底子经得起减法的自信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个造型当年也有不同的声音，网上有人说不习惯。但你换个角度看，一个演员愿意挑战难度最高的减法造型，而不是躲在头帘后面求稳，这恰恰说明他对自己的骨相有判断。这不是赌，这是有底气。说到这个，我得补一句，耐看这个词本质上就是经得起减法，能减的才是真的好看。形这一层，程毅是过关的，但说实话，光有形撑不起越看越上头。形是门槛，不是答案。真正的东西在第二层。第二层，神。这一层是媒体一般不会跟你细说的。神是什么？神是眼睛里装的东西。同样一张脸，眼神空的叫好看，眼神里有戏的叫迷人。这两者之间差着一整个银河。我举个例子，程毅演过一些心里藏着东西的角色，琉璃里的雨丝凤，表面冷静自持，底下全是说不出口的痛。长安24计里的谢怀安，10年隐忍，一肚子算计藏在那张平静的脸后头。这种角色最难演的地方在哪？不在台词，在眼睛。台词可以背，眼神骗不了人。你心里没那个东西，眼睛就是空的，镜头一推进，全露馅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有一次反复看他某个角色压着情绪不敢爆发的戏，他没怎么用力，可你就是觉得这个人心里堵着东西，那个堵着是从眼睛里露出来的。这就是神。他不是天生长得苦，长得苦那是形，他是演出来的，是他理解了人物，然后让人物住进了他的眼睛里。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每个镜头的具体细节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但那种眼神在叙事的感觉，看过的人都懂。所以你看，神比形高一档。形是父母给的，神是自己挣的。一个演员能把神立住，说明他不是靠脸吃饭，他是在用脸演戏，这是两码事。好，第三层，这一层最悬也最高。韵。韵是什么？韵是味道，是你说不清，但就是能感觉到的那股气。
回到谢赫那句气韵生动，话里头最高的标准，不是话的准，是有没有那口活气。程毅演《王权富贵》的时候，有些独处的镜头，一个人呆着，没有对手，没有台词，就那么坐着或者走着。神奇的地方在于，你能从他身上读出一种孤独的气，不是他做了什么孤独的表情，是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个状态。对了，这就是韵。我得在这停一下，区分两个东西，演到情绪和演到味道不是一回事。演到情绪是这场戏要哭你哭了，要笑你笑了，达标。演到味道是这个人不演的时候，他身上那股气还在。前者是技术，后者怎么说呢？是境界。我说这话可能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，能让观众在他不表演的时候依然相信这个人物，这种能力在古典美学里就叫气韵生动，这是天花板级的评价标准。我把程毅放到这个标准上来谈，不是因为我偏爱，是因为他这几个角色确实够得着这条线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要问了，那西方怎么评帅？西方其实也有一套，大概对应3个词 looks, charisma, presence。 looks 是长相，对应咱们的形， charisma 是个人魅力，有点像神， presence 是气场，约等于韵。你看，人类对好看的理解底层是相通的，但关键的不同在这儿。西方框架更看重输出，你的魅力要 carry 全场，你的气场要 hold 住镜头，是往外的。而中国的形神韵是往内收的，它最高那层韵，恰恰是最安静、最不用力的时候才显出来。王权富贵一个人坐着的那种气，你用 presence 去套不准，因为它不是在输出气场，它是在自然流露。所以我特别想说一句，有时候我们讨论一个演员够不够帅，够不够顶，其实是用错了尺子。你拿单一的五官标准去量一个形神运行的人，当然量不出他真正的价值。这就好比拿尺子去称重量，工具错了，结论自然偏。这个角度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的，我的视角有限，你们比我懂得多，我抛砖引玉。行，这期就聊到这儿。绕了一大圈，从书法绘画绕到银幕，从范缜绕到谢赫，其实我就想说明白一件事，程毅这种帅，不是一眼惊艳那一卦，是形神韵3层都立住了的那一卦。形经得起减法，神能叙事，韵能留味。这种底子急不来，也装不出来。有句话我想留给各位，一眼的帅靠形，长久的帅靠韵。懂他的人本来就懂，不懂的，时间会慢慢替这张脸说话。这期就到这，咱们下期见。